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这个福建舰呢，有一个弹射小红车的一个测试哦，这是海事前的最后一步吗？我们来看看相关的画面哦，因为这是中国第3艘的航母福建舰，传闻最近正在进行海试哦，进行一些电磁弹射，就有中国大陆的网友拍到小红车的落水瞬间，在网络上面大家引发了一阵讨论哦，他们就在推测说，福建舰的航母即将要进入到最后的海试阶段，随着这个小红车的弹射成功哦，可能很快就要出海啦。所以我们看看这个，还有另外的网友拍摄到这个中国大陆的造船啊，是不是可以从这个工人们下班的时候啊，这个数千名工人一起下班的这个画面就可以看出来，就说啊，为什么中国大陆能够维持在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军建设？你光是看这个江苏造船厂的工人哦，下班这一刻啊，数千名工人整齐划一的骑车下班，就可以知道他有多么庞大的这个人力投资在这样的一个造船的工程上头哦，也难怪现在连美国都已经感受到中国大陆这种起飞式的这个造船能力。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现在目前美国当然对于中国大陆要采取一种封锁的方式哦。现在这个全球最多 F-35正在围绕着中国大陆，总数将超过300架。因为美国要落实战略的脚步现在非常的紧凑，近年来特别在着重装备来进入第一岛链，然后配合了驻日驻韩的一些基地的扩军，光是在第一岛链部署的 F-35的总数可能就要超过300架了。那另一方面，我们看看在这个联合国的安理会，王毅去到这个地方，现在将赴美国来主持联合国安理会的以巴问题的会议。那中国大陆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个本月轮值主席国，将在11月29号举行安理会的以巴问题的高级别会议哦。那可是在这个高级别会议上面，其实在安理会上头啦，就是美国跟北韩的大使哦，也罕见的公开争执，他们这15个成员国在讨论北韩发射军事侦察卫星，所以美国的大使跟北韩的大使都发表了不在计划当中的谈话，两个人隔着会议桌来争辩哦，声称自己的行动是出于防卫。那中俄两国呢也说，这个美国跟南韩联合的军事行动其实是在挑衅。就在挑衅着北韩啊，所以北韩这样的动作出于防卫没有错啊。可是美国就指责说中俄是在为北韩壮胆，因此呢，让联合国未能对他加以施加更多的制裁。所以美国也不谅解中国大陆怎么可以替北韩讲话呢？所以处处都有针锋相对跟不同的意见哦，以巴也好，或是在朝鲜的问题上面。每周都有不同的意见跟立场。那再来看看，在这个以巴冲突里面哦，伊朗现在是不是有可能会有一些动作呢？美国他们现在艾森豪号也进入到了波斯湾，那他们这个打击群呢，包含了艾森豪号的航舰，还有这个提康罗加级的飞弹巡洋舰菲律宾号，还有神盾飞弹驱逐舰呢葛瑞夫里号，还有史塔森号，以及另外还有法国的巡防舰呢，这个朗格多克号都在随行当中。那在亚丁湾这一边，竟然也有发生这种也门胡塞组织弹道的飞弹攻击。美国的中央司令部讲说，他们的梅森号驱逐舰在11月27号在亚丁湾这边救援一艘遭到不明实体攻击的商船的时候，结果遭到了也门胡塞组织，他们在凌晨1点发射了2枚弹道飞弹攻击。那他说幸好后来这个飞弹是距离船舰大概10里左右，没有落海就是没有造成船舰的伤害，后来就是落海了。但是是不是也代表着美军现在深陷中东的泥沼，自己好像空亲变成事主了，不断的受到一些无人机啊、导弹啊，或者是弹道飞弹，加上基地不断受到袭击，所以拜登也感受到这种忙碌就是焦头烂额，以巴也好，俄乌也好，或者是朝鲜问题也好，甚至是台海问题也好，美国好像处处都要参与其中现在连这个气候峰会都不打算去了。那美国的官员讲说拜登会缺席，那专家讲说也没关系啦，反正总统去也没有用那给他吐槽。那所以现在目前看起来会是由凯瑞来出席，贺锦丽也不会这个参加这一场气候峰会。这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赖老师。美国虽然还是全世界第1大的强国也是 GDP 最大的一个国家，但是问题就在于所有的国家都在成长。中国大陆也已经差美国已经越来越接近了。如果以品种购买力来说，是超过美国。
那我们也看到了，在每个地区里面，其实大部分的国家都在成长，所以他们等于是美国原本这种领先的这种差距都在缩小。一旦缩小的时候，那美国现在它要插手在每个地方，它就越来越感觉到力不从心了。俄乌的问题，那美国烧掉了440亿美元啊。那俄乌的战争，很明显的在今年的冬季，到现在啊，就从春季到现在的冬季，乌克兰完全没有进展，几乎没有获得一寸土地啊，几乎。然后但是装备烧掉一堆，钱烧掉一堆，人死了很多。所以这个对于美国来讲，在乌东地区的这种挫折感，现在中东地区又烧一锅粥。他又要介入东北亚地区，他又联合韩国、日本。那现在朝鲜跟俄国的合作，朝鲜的这种整个作战能力往上提升，包括核弹的能力都往上提升。在这个情形下的时候，你会看到美国的大战略原本就是要遏制中国的发展，他全方位的就是想要把中国围起来，不管在经济上、在科技上、在军事、在各方面都要维持，都要把中国这样困住。不管从奥巴马时代一直到现在的拜登，他就要困住，可是他越来越困不住了啊！因为中国大陆本身的国力一直在增长的过程中，那大陆现在已经呈现出它的造船能力、它的造舰的能力、它的本身造飞机各方面的能力已经一直在赶上。现在目前在造舰能力已经是美国人的3倍了。观众朋友要记住哈，是3倍，大陆是美国人的3倍。那为什么这一艘航母会引起那么多的关注？就是福建舰，它是柴油动力潜舰的航母，但是它的计划中已经是核动力航母，已经开始在列入计划中了。所以大家在留意到的是，它的电池弹射，在这种传统的动力都能够电池弹射，那核动力就更没有问题了。这一次的弹射，我们看到在大陆他们昵称为小红车，因为福特号也有用这个小红车。可是福特号在打这个小红车的时候失败了好几次，然后最后才成功。而中国大陆是一次就成功，这个就让美国人，尤其是美国之音就非常的惊讶了，就是说你没有经验，你也没有做过，然后我们美国人是测试了很多次，做了很久，我们才有这个经验，我们才能够复制这些电池弹射器，而你中国什么都没有，那你为什么一次就能成功？这第一个。第二个，你的西装为什么比我们速度还快？然后这个小红车的重点在哪里？据说有的可能是30吨，然后有的可能是40吨，然后他们说一般来讲不会超过40吨，因为他们是从战机的总吨数，也就是说目前来说很有可能会以后要在福建舰要推上去的，以他们现在的备章已经出来了嘛，也就是每一个工作人员他们的军服所带的备章中，里面有2款飞机，一个就是歼35，另外一个就是空警600。那空警600是固定翼的，很重啊，因为它上面有雷达，里面还有很多机组人员，那因此它需要用弹射方式推出去，所以他们才会做这种小红车的这种载荷的一种测试，那成功了。这代表什么？代表它要进行海试的时间已经在缩短。好，来请教将军。这个小红车的，我接续赖教授所提的小红车这个测试，最重要就是说它瞬间它的这个电压的稳定供应的稳定度够不够？第二个，它的弹射系统的可靠度又强不强？两个在做，而且它是静态，因为静态的要求比动态严格。有动态的时候，航空母舰呢，像福建航母在这个海上走的时候呢，它是逆风，一逆风的时候啊，它飞机不要动就已经有相对风了。那它就是这个在动态状况之下是比较理想，它现在都静态，换到静态的要求是比动态要严格，它要从0加速到10，就是说时速到300公里，从0到300公里就是那个甲板才170公尺的这种长度，就从0加速到300公里，这才能够算是成功。所以它这个静态的测试的要求比动态的测试要来得严格。那这样的话，先有这个小红车才会有飞机。然后才会说出海做测试。最重要的，我认为这个电池弹射系统是电力的问题，因为
福建舰的航空母舰，它不是核动力，它是传统动力，柴电的。那柴电的这个动力系统啊，它要供应到那么高压的电力，它在这一方面它不是光只是弹射系统，它供应全舰的动力、全舰的电力。那这样的话，这个状况这强度是要很够的、很强的。那它这次测试成功，表示说它在科研的这一个角度，在技术的层面上做了一番的突破。另外呢，我们讲说美国的就是在第一岛链所跟这些盟国，包含日本、包含韩国的 F-35，也包含他自己的 F-35在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也包括现在在琉球加手纳的空军基地，因为美国的 F-15E 通通要淘汰了，这些通通都要飞回美国。那谁来取代这个 F-15E 呢？不是 F-22，是 F-35。所以 F-35过来了，从那个阿拉斯加空中加油落到这个日本，落到第一岛链。所以第一岛链呢，现在来看，由 F-35取代原来的 F-15之后，这个在第一岛链包含美韩的共同防御条约，还有美日安保，他们所有的 F-35，加上美国自己在这个琉球加手纳其他空军基地，也包括在关岛的，通通加起来到达300架了。或者在这个一方面，美国在第一岛链的空权这一方面，它是海空总体战，海上的航空母舰加上空中的这个战机打击群，那现在的话都已经到达逆中战机的天下了，都已经到达。但是我们知道，美国的 F-22就180架，而且经过这个，它现在已经不量产，已经停产。它的整个的主角，整个的空防就在 F-35。那这样的话，中共在这一方面，它的歼20的逆中战机现在也200多架，换句话说，已经到达，双方面都分庭抗礼了。那现在美国的 B-21出来了，中共的轰20，大概我判断明年就要出来，明年就会出来这边做试飞了。那换句话说，两个都在这个空权上面做较劲。好，请教委员。我想中共的军力如果只有在这个太平洋的西边，就是以中国大陆这个沿海，美国未必打得过中共啊。当然，在全球，老美的军事实力那是超强啊。可是局部性的，就在亚洲，老美未必是中共的对手，因为美国现在已经慢慢往第二岛链，因为东风各型的飞弹打你航母，打你一艘航母上面至少5000人以上，打你是很容易的哈。所以目前呢，我们在今天也看到了这个在波斯湾那边又风云又起了。这个以巴的战争现在打得如火如荼啊！刚才赖教授讲说，乌克兰的战事，平常讲对美国而言也灰头土脸，花了400多亿，怎么样呢？所以美国他如果要做全球的霸主，平常讲现在是越来越困难，可是他必须得维持他全球的霸主，主要是靠几样东西了哈，靠他的军队。靠它的金融，靠它的科技，还有靠它的美金啊。但是我们从整体的 GDP 的来看哈，我们从这个去年的大概数字还没完全统计的非常的清楚哈。大概大陆大概是在18兆美金，美国大概在24兆美金这个大概全球将近100兆美金。你也知道。中国大陆的实力现在是越来越强，它的整体的 GDP 已经超过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加起来的总和所以在美国在各种方面上，它必须得考虑中国大陆的实力哈。我想就在这个月 APEC 的在旧金山的会议其实双方面不管中国大陆跟美国，他都希望和缓。你说是解冻啦、化冰啦，我倒不觉得了因为这两个在抢世界的老大嘛那没有任何一方他要示弱，但是至少他军事上可以对话，不要导发了第3次世界大战，这是大家所怕的，因为几个军事的强国总之，世界上我是觉得要走向和平的。如果说像民进党那样一天到晚想要搞战争这个全球不会幸福的。好，你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出来购，出来讲更有 feel。让光听我们说，我们也想知道你怎么想。所有您关心的大事，电视版好看，现场版更不能错过。TVBS 战情室新闻大白话国民大会，11月30日起 ，TVBS 56频道 T 台开讲。好，最近美国的一些朋友们感觉这些国家都有一些多事之秋啊，事情真的要么是支持度很低，要么就是国内的纷争不断。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尹锡悦，南韩这边他震怒，他说这个韩国的国家情报院有3个高层是被他集体炒鱿鱼了。那我们看看这个情报机构其实是仿效 CIA 成立，这个在1962年的时候成立，由总统直接领导，负责收集、分析以及传递国内外的情报、反间谍、反恐的一些工作。那可是呢，在11月26号的时候，这个国家情报院里面有3名高官集体递交辞呈，然后尹锡悦就批准了。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辞职呢？其实也没有提到，在这个尹锡悦总统办公室里面的声明都没有提到这个请辞的原因，也没有提到为什么尹锡悦就同意了。那韩国的媒体就爆料说，因为尹锡悦不满国情院的人事争议，因此是他逼这3个高官辞职的哟。那我们来看看这些分析啊，讲说这个可能开除高官的几个可能原因哦。那第一个原因是讲说，在美日韩峰会之后签署了情报共同协定，所以使得这个韩国对于日本变成没有秘密啦。那因此情报系统必须要重新架构，那这可能是台面上的一个讲法啦。那再来第二点就讲说韩国因为呢太过亲日啊亲美所以引发了在野的反弹，还有他们国内的一些反弹声浪。尹锡悦需要有人来扛这个责任，所以他们算是戴罪羔羊吗？再来第3点，就是因为现在尹锡悦真的负面新闻非常的多包含他老婆金建熙也被传学历造假啊，什么陪酒女的出身，还有整容的一些话题所以他觉得这个国情院难辞其咎，这可能是第3大的原因，因此也可以反映出来现在韩国内部的这个政局的不稳定。那其实这个国情院介入总统选举的事件之前就有发生过，在2012年韩国总统的选举期间国家情报院在这个时任院长袁世勋令下扩大了心理战小队把这个文在寅塑造成北韩的同情者。那到2017年，法院就判决这个袁世勋违反了国家情报院法以及公职选举法，因此最后是判刑4年定谳。那日本方面的话，岸田文雄其实现在经济问题也好，或者是民调感觉反映起来也都是在一个逆风的状况比方说像是现在日元的贬值那本来他们已经维持说要43兆日元的防卫费，但因为现在不断的贬值，可是一些军备装备用品的采购的成本价格是在往上调的。他说呢，会想办法还是维持今年度起的5年之间防卫费的总额增加到43兆的一个方针但是日本媒体也说做了一个民调，谁适合担任下任的日本自民党总裁的民调显示，这个4度角逐总裁失利的这个前干事长石破茂以16%的支持率拔得头筹，16%就已经是拔得头筹了。你看岸田他支持度只有4%，还位在第6名所以看起来真的不太妙。再来看看这边这个中国大陆在韩国，在这个加拿大都陆续传出了一些留学生的一些意外事件比方说22岁的中国留学生在韩国这边庆山市的水库被发现身亡，然后当地的警察也介入调查，然后人家讲说现在目前还在调查中，没有发现他杀的迹象。那多伦多这边的话是出现了一个车祸，有4名的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死亡，现在中国驻加拿大的使馆是高度的重视。这是发生在11月25号的时候，这场严重的事故造成了4人死亡。那但是现在也启动了紧急应急的机制要求加拿大要全力妥善处理。所以微博上面群情激愤他们讲说这是不是杜鲁道跟尹锡悦应该要赶快给个交代，所以会不会演变成一个外交的上面的一个矛盾冲突呢？这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赖老师。尹锡悦目前的民调支持度很低，声望很差，越来越差。
他也很烦恼啊，他一直想改善。你也看到他在外交方面最近一直把重点放在跟中国大陆的领导人啊，这个习近平的一个会谈。所以这次的中日韩的3个国家的外长啊，因为轮值是韩国嘛，由他来负责召开，就是希望能够促成中日韩的领袖的会议，能够拉抬他的声望。那很明显的目前来讲看起来并不顺利啊，因为中国大陆的态度很清楚，就是你要会谈的话，你要创造条件。那创造什么条件呢？你要回到10年前中日韩那样的签订的友好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你这10年以来，你们为什么把这个本来一个友好的关系都弄坏了？例如说，你韩国为什么跑去介入南海？美国带的日本、澳大利亚还有韩国跟菲律宾举行军事演习，这个很明显的就是对抗中国大陆。那你韩国过去从来没有这样做，为什么今天这样做？那就是美国人要求你这样做。尹锡悦跑到英国去的时候，或者到其他的地方去的时候，都是批评中国，要不就批评南海，要不就是批评台湾的问题。那这个部分里面都搞坏了关系。这个时候大家都在问，为什么尹锡悦会做这样的一个决断？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种态度的转变？那会不会跟他的国情院给他的判断有关系？因为我们都知道，国家安全情报单位他的首长集体被解职或者是集体辞职，都不会是小事情，都是大事情。因为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手中有尹锡悦多少资料，或是韩国的这些大官有多少资料，没有人知道那当然就他们个别人知道说他们还放有多少资料在外面，不一定都在局里面。但是集体被炒鱿鱼，那这个是不是他们已经不获得总统对他们的信任？这有可能。要不就是总统在做重大的决策这个部分，跟这些情报首长他们的意见是相背离的，而总统还是执意要做这个决策，然后这些首长他们已经做不下去了例如说南海的问题是情报首长他们的评估建议韩国总统可以介入，还是情报首长认为说你韩国不应该介入，而尹锡悦一定要介入，或者是说你韩国认为我们跟日本的关系还没有好到可以交换情报，而美国却要求这个韩国跟日本必须要分享情报，那这个部分里面会不会对于韩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影响？那么情报的这些首长他们跟总统的意见是不是不一样？不一样的时候，韩国的总统还是下决心要分享情报，那彼此之间的矛盾是不是越来越大？那有没有可能是韩国的总统对于他的太太学历造假的问题，曾经当过陪酒小姐的这些传闻，还有就是脸部过度整容的等等这些小道消息绯闻，他可能会认为说，既然你的情报院有反情报小组，你为什么不能预防？你的功能是不是不够好？你应该对于所有的网络的监看，或者是你对于媒体的掌控，你应该要能够了解要能够掌握一旦有这个小道消息爆出来的时候，你就应该第一时间要帮我处理那你没有处理好，你是不是能力不够，失能？我要把你 fire。我们都不知道，因为目前来讲，韩国的总统府没有说明为什么总统批准这3位辞职，而他们是被辞职还是自己不干了，然后也没有提出解释，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大家的怀疑。好，请教将军。我们看那个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他我认为他最大的问题是经济问题，因为我们看看今年日本的经济成长率，在年初的时候，2023年1月的时候，预估是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是3.2%，但到目前为止，现在已经到11月了，目前的平均的经济成长率只有2%，3.2%就2%，你看它降低到多少？另外一个我们来看就是它的核心通膨，物价上涨反而高，它的物价上涨就是今年的核心通膨率，通货膨胀是3%，经济成长率只有2%，通货膨胀是3%，换句话说，它钱不够用了嘛？那这样的话，它的经济的表现就是非常的差。而且表现法，在去年2022年，中国大陆跟日本的贸易额是3574亿美元，
日本对中国大陆是顺差116亿美元赚钱，但是今年2023不一样，它可能会变成入超了。为什么？因为今年日本排核污废水，一排核污废水之后，日本的水产、日本的一些这些农产品限制输入中国大陆。现在换句话说，他卖到中国大陆的这些渔产跟农产品都减少。那今年可能日本对中国大陆的要想像去年有这样的那么116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不可能了，可能甚至会贸易逆差产生。那我们来看观光客，在疫情以前啊 ，COVID-19 疫情以前的时候，中国大陆到日本的观光客每一年是960万人，换句话非常多，占全世界到日本的观光的这个占比。就光中国大陆一个地区就是占了30%，但是今年来看，今年2023年啊，今年2023到目前为止啊，就200多万人，只有占到以往常的1/4。你观光客也没有来了，日本最希望的是观光，因为日本是岛国嘛，4个大岛就是希望大家来观光，名古屋、东京、大阪等等，希望大家来这边消费。最大宗就是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最近，刚好就近，中国大陆就到日本这边做采购，大肆的买，让日本的经济能够起飞。是这个样子，但是今年的观光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以前是门庭若市，现在是寥若晨星呐、感觉到有一点点，这应该来讲是变成整个市场是个萎缩的状态。那这样怎么去支撑日本的经济？通货膨胀那么高，然后呢经济成长那么低，观光客也不来，会造成，所以岸田文雄他的民调一定一直在下降，因为经济是支撑的一个国力最重要的。国防也要钱了，教育也要钱了，交通要钱，所有都要钱，都要靠经济来支撑。就经济的表现不好，当然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首当其冲，在这方面就要面对这些这个民调在这一方面的对他的这种满意度或者支持度、肯定度都会受到影响。当然，岸田文雄对跟美国之间的这种互动是比较平，尤其在军事。我们看今年2023年。这个日本跟美国在第一岛链的军演，不管夺岛、反夺岛、登陆、反登陆演习，今年比去年2020频次还有兵力的规模要比去年大。但是问题是，毕竟还是回到经济面，日本在这一年的表现并不好，所以岸田文雄的这种支持度势必要往下滑溜滑梯。好，请教委员。不管南韩的尹锡悦或者是日本的岸田文雄啊。他们这两个人在他国家的民调都是每况愈下啊。这个我们先谈谈南韩啊。南韩在3年以前啊，它的人均 GDP 超过台湾，可是这2年呢，台湾又超过它，南韩的刚才大家有提到哈，南韩的那个CPI 就是通膨指数啊，比台湾还要厉害。那这个他的总统啊，他的总统的民调，当然他也不太在乎他的民调，因为他们就只能做1任嘛，就是5年，他现在才做了1年半，反正这个往后这个只有对他的党好或不好，对他个人他只要不要像其他前任呢，这个总统下台以后就被关起来，只要不要被关就好了。当然我这有点开玩笑的戏谑之话哈。但是韩国的政局啊，如果说你要有点独立性，你不能完全去配合美国，因为南韩的敌人呢，南韩的敌人并不是中国大陆吧？南韩的敌人应该是北韩嘛哈。那北韩平常讲这次俄乌战争呢，我们不敢讲说北韩获利了哈。北韩在军事上的发展，因为它可以生产一些弹药哈，去支援。这个俄罗斯啊，那俄罗斯当然会给他很多东西，他最缺的什么粮食嘛，还有武器发展的这个技术这一方面。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立委费鸿泰，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主持人好，大家好。好，我们看看现在这个蓝营的气势的确是回来了哦。那看到今天赵少康在上午的时候接受广播的访问，因为可以看到最近绿营啊，好像把炮口全部都对向了赵少康哦，但是他也没在怕，他就说啊，这越打我声量越高啊。我们来听听。
我每天在批评别人、张批别人，人家批评我不是很正常吗？出来混总是要玩的嘛。只准你批评别人，不准别人批评你是什么话嘛？对不对？所以批评就批评啊，而且好啊，有则改之啊，对不对？好，有则这个加勉，无则有则改之啊，哈，没有就勉励自己吧，哈。对，所以可以感觉出来哦，他在这一场选战当中的从容哦，面对这个炮火，无所畏惧啊，所以直接讲说，你骂我，我声量越高啊。那你看，连这个驻德代表谢志伟都坐不住啦，就开始讲说，赵少康批绿营是土匪哦，他说这是一种仇恨动员的心态，能不腥风血雨吗？他说不讲暴君，讲土匪哦，显示赵先生心中台湾人选出来的总统永远都是这个沐猴而冠，仇恨就是他的动员哦。那选举能不腥风血雨吗？那为何呢？姓赵的讲这些话是以台语说的呢？所以你看看，他又开始要挑起是不是这种省级情节，要开始在那边讲说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们台湾人，怎么样嘛？这样话中带话。那可是你讲民进党贪有错吗？说你是土匪，说你贪，说你在这个进城之后这样子掳掠有错吗？你看我们人民眼中看到的是什么？郭在清这个卢渣不法获利21亿，还有这个邱丽丽上亿元的贿选案，以及陈凯琳接受什么招待陈东彥叫小云，赖静玲身价100亿哦，超丝的鸡蛋呐，然后这个高端发大财，还有小吃店卖快筛哦。那你看这个邱丽丽都已经涉嫌了这个上亿贿选案，结果邱丽丽这样子的一个看板也没看到赖清德要跟他切割之意啊。再者，这个郑文灿开房片到底现在真假是怎么样？昨天刑事局讲说无法判断身伪的可能性，那什么意思呢？就代表说影片可能不是伪造嘛，没有身伪的，无法判断这个可能性是什么，所以就想要带过了嘛。那所有的事情，民进党其实都是用一种糊弄过去的方式，就想说，时间拖久了，你奈我何，我也不回应你。那现在看起来，恐怕没有办法了，因为这个赵少康这针对这个绿营打击，其实也蛮猛烈的。他这一次的参选他还特别带了一个黄领带。人家想说，为什么不是带蓝色的领带呢？他回应这件事情他说朱立伦当时拿了10几条的蓝色领带给我选，那我认为这也不是制服呢，何必呢？而且这个黄色可能是代表这个新党所以新党的人看了也很高兴，认为我没有忘了他们。他也提到了就是认同内阁制这件事情，说当选之后民众党也可以来推荐阁员，所以还有蓝白合合作的合还是存在的。他说因为内阁也需要人，所以民众党可以推荐，立院也还是可以合作。那现在气势来自于这2位大将，韩国瑜列在不分区第1位赵少康列在这个副手人选，2个人加起来拉抬了这个侯友宜整体的一个气势所以我们看看这个战斗蓝这个组名嘴团来助攻打空战那韩国瑜现在辅选的重责任务也曝光了。那他说这个国民党讲，现在规划由韩国瑜领军替区域立委站台拉票，韩依旧是党内的人气王对于深蓝的凝聚非常有帮助。再加上赵少康有力在空战当中来压过对手，因为这2位其实在这个网络上面或者是在话题上面都是非常强大的。所以人家讲说，过去好像国民党这一块空战比较弱一点，都是讲说国民党强的是陆战，在蓝白河那个时空这民众党强的是空战。现在这2位的这个等于说加入拉抬了整体的空战陆战整体的一个动能所以我们看看这在蓝营不分区名单曝光的时候，那时候就有看到韩国瑜光一个人总声量就占了国民党的80%以上，所以足以看到他的这个声量以及空战的动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叶元之就变成最近大家一个话题焦点因为他就是最先挂出了这个蓝白合，就是柯侯的联合政府的看板，然后这几天一直忙着涂抹然后又在那边彩绘那这个他就讲说下雨天本来已经画了这个赵少康，结果后来雨天把头发弄塌了，结果韩国瑜还跳出来安慰，就说有头发就很好了。这个对话实在太有趣了，有头发就很好了。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赵少康现在目前也是主打两岸论述他讲说其实两岸开放民进党是不是一直看着是人家的钱，但是没有拿出相对应的友善所以这方法是对的吗？我们来听听看赵少康的讲法。
其实两岸现在是台湾巨大的问题，我们现在是观光戒严呢。对啊，观光业大家苦不堪言之外，学生昨天侯友宜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宣誓，是在跟工商企业界见面的时候，他宣布，如果他当选的话，马上要开始开放的就是包括两岸的观光交流，包括陆客、陆生，全部都一起要开放，这个才是关键呐。对，所以现在目前这个他说应该是要让大陆人来看看台湾的好。他来了一个地方觉得好，他回去会有口碑的宣传嘛，而不是说来一次就说可以了，够了，不想要再来台湾第二次，那他就已经失去了吸引人家来观光的一个本意嘛。所以你看看现在，当然大家希望两岸和平哦。如果是独派这个赖萧当选的话，独上加独，所以是不是会走向战争呢？那这个姚立明就讲说，这个你们一直在打这个战争牌，赵少康就反击啊，就说好啊，那如果没有战争的话，你先说说为什么要延长兵役？为什么没有威胁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从4个月延长到1年呢？那国防部现在还用这种文青风格的短片就讲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18岁役男啊，就是要大家醒着去当兵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呼吁大家就是都要有一个作战的心理准备嘛。那个18岁该当兵的人，在你们每一位心里面都有，不要忘记了，你们都想当兵就是开始要催眠大家了嘛。再来，这个国军的海归派现在也留不住现在监察院也发现到这件事情，就是监察委员觉得说，我们不是有送一些国军优秀的这些军校学生去海外军校培训吗？这些海归派返回台湾之后，怎么大多都不愿意在国军服役这是不是国防部应该要来检讨改善呢？到底这军中出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也看这个台湾民意基金会最新的民调，两岸问题现在是这个目前选战的重中之重那当然，民众对于两岸关系现在目前民进党政府处理觉得很不满的，高达了55.4%，满意的只有34%所以选民是否满意现在政府在处理两岸方面的这种表现至关重要。这个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费委员。我想，这个赵少康先生我跟他算是非常熟了我原来是在学校教书，因为他要当时选台北市长，所以我也改变了我的一生这个，我想赵少康先生他在上个礼拜礼拜4，大概在礼拜3、礼拜2之前，我没有听过他说他要代表国民党当副总统候选人你看他主持的节目里面，他一直主张要下架民进党，就要蓝白合，或者是再也大家合作那谁想到在上个礼拜4我们也看到在君悦饭店的那场直播，对，伤了很多人的心也就是在当天晚上，因为当天我们在3个月前就规划。因为我是山东同乡会的理事长，我就安排了一个50桌的一个挺这个侯友宜的活动，赵少康啦、侯友宜朱立伦他们本来原来都是说好要来但是因为临时他接到他电话，他要去开会，他晚上7点钟开会，我才不是要出主意啦，就是可能要披挂上阵。我当天晚上给我讲，我说我跟我太太讲说，我有很大的直觉，他就是要披挂上，因为临危受命因为这个要下架民进党，一定有一组蓝或白，或者是再也有一组要非常强，要去对抗打败民进党那我们再看赵少康的为什么像今天早上我们开了一个记者会盖洛普他们昨天晚上还做完那个民调，就礼拜6、礼拜天、礼拜1。指出就是赵侯这个韩不是讲错了，这个侯跟赵这一组跟赖跟这个赖萧他们这一组只差了0.1%，哇，非常非常的接近。今天我们列出了有5家机构的民调越来越靠近就是蓝绿越来越靠近，而且这个另外一组人这个。越拖越远我想这是一个契机我们但是我们发现了有一件事，就是40岁以下的人的支持度确实是在柯文哲那一组人数比较多但是你看赵少康他一直提出了有一些的理念，第一个
如果他有机会当副总统，或者是把民进党下架的话，第一件事要成立特侦组。我们也知道，在陈水扁的时候非常贪，蔡英文的时候也不遑多让啊！我们光最近这样讲的是光电88枪啊，最近又打了9枪啊，疫苗的采购，我们金管会移送了9次，最后是没事，鬼才相信，你知道吗？还有快筛试剂啊，那开小吃店的可以去做，卖鸡蛋去采购的鸡蛋啊，成立了50天50万这资本额，3-4个月就可以赚3800万。我们年轻人情何以堪啊！所以我是觉得，还有加上两岸的问题啊，这个年轻人的问题，我相信可以下架民进党。但是赵少康这次表现，我觉得表现的真的是很棒，他是国民党的一个统孤啊。好，请教赖老师。我觉得国民党侯友宜他们当选以后一定要说到做到，做到什么事呢？民进党在很多的地方都涉嫌贪渎的问题，例如说鸡蛋的问题，例如说疫苗的问题、口罩的问题、风电的问题，好多都涉及涉嫌可能贪渎，老百姓内心里面有很深的疑问，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必须要很严肃的跟老百姓说，而且要承诺说，一旦当选以后，要把这8年以来所有的弊案一件一件查清楚，让老百姓看到我们也就是国民党当初指控民进党他们是一个贪渎的政党，都是有凭有据，没有任何冤枉。我觉得这一点一定要说到做到。然后2颗子弹的事情还是要查清楚然后对于所有的这些过去的这些冤案，尹清凤的命案都要查清楚，不能够再让它石沉大海。我觉得在这点上一定都要弄得清清楚楚，让大家内心里面都觉得光明磊落。我们的政治不要再这样贪污腐败，不要纵容任何一件贪渎的案件。目前国民党的士气起来了，那起来了就要维持，而且要乘胜追击。我觉得赵少康讲得很清楚了，他不怕被攻击，他不怕被民进党谩骂，而且你越攻击他的火力越旺，对，然后越骂他的反击的力道越强，声浪当然就越高。谢志伟说：“你赵少康为什么要讲台语？”我们要问谢志伟你为什么要讲台语？你是广东汕头人，根据你自己的自述，你是到了德国以后，你才开始学台语所以你年轻小的时候，你就是外省人，然后你之后才开始学台语，那你怎么挑起省籍的问题呢？你指控赵少康这个讲台语，那你自己本身也不应该讲台语你应该讲汕头话，我觉得这样子才是合理的。确实了，台湾的年轻人男生这个满18岁都要当兵，可是我觉得民进党，你们就好好的去做一份民调，或是国防部，你就去好好的做一份民调，确实的问一下每一位，或是到大学嘛，这点可以透过军训教官到大学里面问所有的年轻的男生，你要当4个月的兵，还是要当1年？我觉得很快的，你不要再做这种文青式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不是没有人，很少人想当1年的兵，他们只想当4个月的兵。对。可是每个人都在问，你为什么逼着我们要当1年的兵？因为要打仗了。因为美国人说要打仗了，因为民进党说要打仗了，因为说打仗的可能性很高了，而且呢还要我们打巷战、打城镇战，要把整个台湾的城市、乡镇都毁掉。所以呢，我们被迫必须要去当兵，而且要当1年的兵，我们很不愿意。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确实就是因为要打仗，所以才从4个月拉到1年，这个一点都没有错，也没有冤枉你民进党。我想当初民进党你们这些立委，不是就是说因为要打仗，所以才要1年吗？
好，请教将军。对，我在北部大学还有中部的大学演讲，学生演讲完毕后，学生都找我问，就是问兵役的问题。4个月变成1年，他们非常不满意耶。这个我认为我们应该釜底抽薪，是不是从自愿役来着手？自愿役是4年，4年毕竟比1年有用。我们现在自愿役只剩下15万5千人，少了6万人了。本来满编的话是21万，编线比满编是21万5千人，现在只有15万5千人，把6万人找回来嘛？那6万人比6万的自愿役比6万的义务役强多了，因为义务役只有4个月变成1年而已，但是自愿役它是4年，不一样。你这个我们讲到的这种义务役它这个1年当中，你扣掉这个假期，这个礼拜六、礼拜天，还有一些长假，那实际上在军队里面只有200多天呢，365天减掉那些只是200多天，那你怎么训练它？一份训练，一份战力。所以我认为要从自愿役来着手，自愿役4年管用，而且它或者长留久用，专长能够保持住，这个才是真正有战力的。结果没有，现在自愿役都找不到，好，那就找义务役来这边填补。那这样的话，我认为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个挖东墙补西墙没有把问题的症结找出来来对症下药，我认为这问题很大，依然会造成国军上战力上一个非常大的空隙。而且我们买那么多武器，这些枪炮、这些军舰，你没有人没有用啊，还是要把人找齐嘛。我认为要从自愿役去着手，而不是从义务役。义务役这1年现在大学方案有3+1，3年读大学，1年去当兵，这个也把大学的教育的4年的完整性也完全破坏。怎么会3年的把这个大学130个学分的课程去修完呢？那它就变成那种填鸭式的大学，填鸭式的大学教育。这样的话，对教育的话来讲也是个灼伤，破坏它的完整性，破坏它的一种全面性。第二个，我们来看呢，这些海归派，我们派了非常多的优秀人到美国西点军校、海军官校、空军官校或者中南美洲交换学生，就一回来都非常优秀，但是他时间一到了，他都不愿意继续服役。我认为军队要来检讨军队的文化、组织的文化到底出在哪里，是不是一种威权的，然后官大学问大，不尊重专业的，是一种酬庸的领导？是不是长官讲话就算了，其他的都没有，都违法乱政，没有担当？我认为要从这一方面，不然他们为什么要时间到了就打报告退伍？好不容易培养，我们读西点军校派一个人到西点军校去受训，4年的学费1000多万，你看看培养一个那么多，回来说时间到了，我打报告就退伍了，留不住。这些应该是国军重点培养的人才，是为了建军，建军在人才嘛，兵在精不在多，这些人都是精英都挑出来，大概都是中正预校或者是陆军官校、海军官校、空军官第1名的，最优秀的派出去，都是这样，都回来都走了，那变成劣币逐良币，良币留不住，劣币来取代，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军队我认为要依法行政，要查一查为什么不依法行政，为什么会违法乱政，为什么变成人治的社会，而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军？国军你要走上法治的国军，才能够得到全民的信赖。我认为要釜底抽薪，要彻底改革。这8年可惜了把国军整个糟蹋了，非常可惜。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州忙回来。家打开出来购，出来讲更有 feel。不要光听我们说，我们也想知道你怎么想。所有您关心的大事，电视版好看，现场版更不能错过。TVBS 战情室新闻大白话国民大会，11月30日起，TVBS 56频道 T 台开讲。